我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回来，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左阿七，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这是理财，理财你懂不懂啊？左阿七看着女友打开的所谓理财软件，哭笑不得。不会吧？不会真有人相信这种一眼假的杀猪盘吧？可上辈子的经历告诉左阿七，他不仅深信不疑，还会通过撒谎演戏，把亲朋好友也拖下水，甚至为了榨干他家产和情郎私奔，给自己下毒，谋杀亲夫。不是，大姐，你有没有想过，有钱他干嘛要给你赚？当然是因为我的魅力。左阿七，我跟着你真是太浪费了。我要是早点遇到李哥，肯定就没你什么事了。瞧你小气的，连拿几10万理财都不肯。行，李哥大方，你去找你李哥去吧，咱俩就到此为止。赵梦妍慌神了一瞬间，也不禁开始后悔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可也就只有一瞬间，他很快就把那一丁点后悔抛到九霄云外。获得来自赵梦妍的后悔点数1点，后悔程度过于轻微，同时获得力量1点，存款1万元。你的力量已提升至51点，领悟技能蓄意轰拳。蓄意轰拳可在被家暴且有监控时正当防卫使用，强行主动使用有概率倾家荡产加牢底坐穿。这是重生的赠品，看样子让人后悔就能拿到奖励，而且应该是对方后悔的越撕心裂肺，自己奖励就越好。只分手怎么能够？上辈子坑我，你都得原原本本给我吐出来。反了你了，左阿七，你有胆子再说一遍刚才的话？去缅北吧，我不是阻止你理财，只是我不相信这种私人的理财软件。你应该去缅北确认一下，见见李哥，了解一下情况。老公你太棒了，我这就帮你买机票。买好了，那我去上班了。真是个白痴，竟然主动给我买票。等老娘到了缅北，你就和你的五指姑娘过去吧。另一边，左阿七离开家门，老大爷的收音机里播报着新闻。一枚火星大小的小行星进入了太阳系，科学家模拟天文模型推断，这颗小行星将不会对地球造成影响。此时此刻，只有左阿七知道这颗小行星将带来怎样的灾难和机遇。只让赵梦妍后悔，格局太小了。既然只要让人后悔就能得到奖励，那我何不让全人类一起后悔？如果没记错的话，1个月后会有一场天文学峰会，全程直播，在天文圈有着极大的关注。如果我能进入现场，就可以趁机在镜头前说出末日预言。七哥，老板让你赶快回公司，程序部门有点问题解决不了。好，我马上到。阿七，客户临时提了新要求，你赶快来处理一下。我1年就只有3天假，好不容易放假一次，你也要叫我回来加班？左阿七，你怎么话这么多？还想不想干了？你爹我一个人干着3个人的活，拿着半个人的工资，全年没假，还没有加班费。你个老逼灯怎么有脸训我呢？左阿七，我告诉你，你爱干不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好，不干了。傻逼老板，你被炒了。部门经理凑到老板耳边小声道：老板，有好几个项目完全是左阿七负责的，他这一走，有许多工作要重新对接，代码都得换人写，万一到了期限没能交货，那咱们可要赔大笔的违约金。获得来自池鹏飞的后悔点数50点，程度轻微，同时获得力量50点，存款50万。阿七啊，公司给你压力是为了锻炼你，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别只看着钱。别扯犊子了，你画的比你自己觉得香吗？咱们俩劳动仲裁见吧。左阿七，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以后没有一家公司会聘用你。是吗？那你猜税务局什么时候会收到你的逃税证据？左阿七转身就走，池鹏飞瞬间急了：滚回来！保安，保安，赶快把他手机给我砸了，出了事我赔钱。获得来自池鹏飞的后悔点数120点，程度一般，同时获得敏捷120点，存款120万。左阿七嘴都快笑裂开了，轻松获得170万，又获得大量属性提升。左阿七举重若轻，撂倒10几个保安完全不在话下。你们最好不要动我，否则你将会后悔哦。保安们围了上来，但却被左阿七3-5下干掉。获得来自保安的后悔点数，获得来自欢迎报警。你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回来，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今天收获颇丰，不过没记录有多少，要是有个统计面板就好了。力量165，影响肌肉强度，普通人类基础为50；敏捷170，影响神经反射速度，普通人类基础为50；灵时12，影响灵系感知，普通人类基础为0。存款288万元，后悔点数余额247。点击此处可进行点数抽奖。原来点数是这么用的。左阿七满怀期待地按下抽奖按钮，霎时间，周遭环境一变。左阿七双脚虚站在星空中，不知身在宇宙何处，而极远处的一颗星辰发出光芒，高速向他飞照而来。消耗100后悔点数，恭喜你获得22级奖励，能力初级随身宇宙，
左阿七感到脑海中仿佛多了什么东西，一种自己可以随手操控的能力。左阿七心中默念随身宇宙，眼前画面便发生变化，来到一处奇异瑰丽的地方。这里像是一块悬浮的空岛，正好现在手头有近300万资金，这300万应该能提前囤积不少宝贝了。毕竟那些宝贝对比后世的价格简直天壤之别。一株生长年份在100年以上的老人参，现在的市场估值是60万，但2个月以后价格会涨到6亿。现在的人参无论多少年份，顶多也就是吃了流鼻血而已。可是未来的100年人参却能让人功力暴涨，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大还丹。敲定了计划，左阿七吹着口哨回到家，拿出手机，以关切的语气给赵梦妍发去一堆甜言蜜语。以后每天都给他发个10几条消息吧，把这1万条土味情话发完为止。他现在越绝情，以后就越后悔。阿七，好久不见，聚一聚啊！好啊，在哪呢？我马上到。维纳国际饭店芍药包厢，这次来的同学很多。行，我这就去。包厢内，薛冉嘚瑟的对着同学们炫耀自己被百草公司录取，年薪高达50万。阿七，你来的正好，老弟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记得你原来在互联网小厂工作吧？还行吧，刚辞职。怎么回事啊？没能力应对工作的节奏吗？你的发际线也太安全了，加把劲啊，小老弟。面对薛冉的阴阳怪气，左阿七不予理会。马上世界末日了，要钱有个屁用！全场同学哄堂大笑。阿七，你真幽默。小日子排个核废水，还不至于世界末日吧？不是核废水，是小行星，那颗被命名为年的行星。你是说那颗火星大小的岩石行星？科学家不是说它对地球毫无影响吗？科学家计算错了。笑话，那难道你就是对的？你咋那么能呢？此时天文专业的周晓东傲然地对着同学一顿分析业内关于这行星的质量密度以及引力统计的情况。假如你们计算错了它的质量和密度，谁说围绕银星旋转一定要质量够大？如果它的质量为0，哼，会说民科就是民科。假如它质量为0，质量为0的物体速度无限大，那颗星体理应以光速运动，你又如何解释它现在的飞行速度？你自己的话，你不感觉矛盾吗？面对同学们的嘲笑，左阿七没有继续解释，只是同情地笑了笑。不知等2个月后，小行星降临，他们发现自己错过这机遇会作何感想？当然，左阿七可不会这样灰溜溜地离开，随即掏出了手机拨了过去。喂，是百草制药公司吗？薛冉一听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单位，顿时有些慌张。现在有多少株100年以上的人参？全要了。不是我非要杠你，阿七，你知道一株100年人参多少钱吗？先生，100年以上的人参我们库存不多，只有4株，你要不要亲自过来看看品相？我不在乎品相，确定是100年以上就行。你估个价吧。价大概240万的，先生。腾哥，我是上周入职的小冉啊。打电话，这位是我的同学，他精神有点问题，您别当真。我买东西有你什么事？滚犊子行不行？过来签合同吧。位置是维纳国际饭店，需要包厢。阿七，别闹了，薛冉是有点咄咄逼人，可你也不用为了装逼把自己送进牢里吧。赶快打回去道个歉吧，阿七，咱们犯不着为了虚荣心冲动。冷静冷静。你们怎么屁话这么多啊？我就是最近感冒，想买几根萝卜煲汤，怎么了？本来还想送你们点的，既然你们不要，那就算了。左阿七，你可别指望等下我替你说话，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告诉你，你这次要丢大人了。冉儿啊，你怎么就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我看你印堂发黑，都虚成啥样了？我这4根，其中有2根可是给你买的呢。啊，送我？可惜冉儿你现在不一样了，是人上人了，一年能挣5/6根的人参呢。估计我这2根人参你也看不上了。哎，罢了，既然你们都不要，那我就自己留着吧。获得来自薛冉的后悔点数60点，同时获得敏捷60点，存款60万。嘿，这傻子还真后悔了，他不会真以为我要给他吧？我最近中了张彩票，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喜悦，买一点人参给你们补补身体，可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不待见我。中了多少？不多，也就1个小目标吧。此时来自周围人的后悔点数不断刷屏，左阿七美滋滋感受着体质的快速提升，不愧是仗义的老同学们。就在这时，程程赶到了包厢，跟左阿七签下了合同。而站在旁边的薛冉突然露出了笑容。这场交易由我全程见证，而且阿七还是我的同学。等回公司以后，我可以说这单交易是我极力促成的，到时候提成肯定少不了。对了，希望你知道我买东西和这个叫薛冉的白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仅一直在旁边阴阳怪气，还不断试图阻拦交易。如果下次我还能看见他，后面的交易就全盘作废。我会去找东升公司做交易，一位大客户和一位可有可无，而且还是走关系蹭进来的员工，孰轻孰重，程程还是十分清楚的。薛冉，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左先生，需要我送您吗？送吧，我还需要许多中药材，路上正好给你写一份采购清单。获得来自薛冉后悔点数450点，
同时获得招募水晶，存款450万。我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医院，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途中，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左阿七走在路边，开始查看刚刚得到的招募水晶。提示：水晶正在寻找周围的觉醒领主。后世因为小行星的特殊能量影响，除了药草以外，一些飞鸟、走兽、同类鱼类也因此得到了觉醒，而这些生物中亦有最为危险的，亦为觉醒之主。扫描完成。当前地球已觉醒生物总数为1，拥有领主的天赋觉醒生物为1。契约开始，正在传送至契约地点，请使用道具缔结契约。提示框弹出，左阿七手中多出一个物件，一个小奶瓶。左阿七无语的拎起小家伙，直接把奶瓶塞进小家伙嘴里。提示：觉醒生物对你好感度已满。招募完成，开始返回。另一边，经过一夜的奔波，飞机跨越近2000公里，赵梦妍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李哥。只是他不明白，这李哥身后怎么还带着几个彪形大汉？两人刚刚走进酒店，几个彪形大汉就堵在了门外，而那位李哥则笑容诡异的和他走进了房间。就如大多数网恋奔现的结局一样，赵梦妍也失望的发现，这位李哥和照片里根本不是一个人，好吧？钱呢？虽然这位李哥的颜值和照片实在天差地别，可赵梦妍想起这位的富二代身份，果断在脑内给他打上马赛克，脑补面前坐着的是照片里的帅哥。李哥，你急什么嘛？人家千里迢迢来见你，你眼里只有钱吗？李重，所谓的李哥，不过为了他手里的钱，准确来说是她男朋友手里的钱，还是耐住性子露出假笑。不是我急，是今天咱们的基金就要截止投资了，你如果今天不把钱转进去，以后就来不及了啊！我这就给我男朋友打电话。眼见赵梦妍打了半天电话都没接，李重不由目光微冷。那就没办法了，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别，你等等，我再试试。收到来自赵梦妍的后悔点数100点，同时获得零食100点，存款100万。左阿七打开手机，发现刚刚有好几个未接来电，微信上也多了10多条未读消息，全都是赵梦妍发来的。看来那边已经快急尿裤子了。左阿七慢悠悠的吃着早饭，刷了会儿视频，又打了盘游戏，这才开始回消息。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才回消息？我这边已经见到李哥了，李哥说今天是理财截止的最后一天，你赶快把钱给我转过来，有多少转多少。好好，等下我就给你转，你给我发个银行卡号吧。好好好，转到这个卡上，快转过来，爱你。我这就去操作。我转这些够不够？多少？840万。左阿七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不会吧？难道他是隐藏的富二代？获得来自赵梦妍的后悔点数300点，同时获得力量300点，存款300万。从现在开始，赵梦妍是真的后悔了，可惜晚了。对不起先生，这个卡号已经被列为高风险用户，疑似境外诈骗人员，我不能帮你转账。银行柜员的回答非常完美，正合了左阿七的意。他把刚才拍的视频发给赵梦妍。不是我不给你转啊，银行说了不行，对面是诈骗，你快跑吧。你胡说，李哥怎么可能是诈骗犯呢？你是不是又在找借口，找人合伙骗我？见这货不信，左阿七索性打开消息免打扰，说了一句：“我要上班了，你赶快报警，马上回家。”赵梦妍吞了口唾沫，看向笑眯眯的李重。此时李重熟练地取出了一张白手帕。李哥，我男朋友那个臭屌丝竟然说你是诈骗犯，太好笑了，哈哈哈！李哥，你干什么？一个刺鼻的毛巾被按在赵梦妍的脸上，赵梦妍连救命都没来得及喊出，就失去了意识。记住窗外的太阳了。李哥戏谑的声音回荡在赵梦妍的耳畔。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了。此时的赵梦妍尚不知道，她在缅北的地狱生活才只是刚刚开始。我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你成功获得了诸天鉴定术初级，将目光聚焦在物体上，即可显示物体详细情报，可鉴定初级潜力及以下物品。左阿七尝试性看向房间里的一个花瓶，这花瓶可是赵梦妍花好几千买来的，说是清代琉璃花瓶，能当传家宝呢。立式玻璃花瓶，生产于上城玻璃制造厂，生产日期2013年，主要成分2氧化硅，市场估值5元。就这市场估值5元，就为了买这玩意，赵梦妍找我要了8000块钱，真捏马全是套路，离谱！幸好把那个祸害送走了。为了在1个月后的天文学峰会刷够后悔点数，左阿七决定去天文馆应聘。因为后世的一切都与那颗小行星息息相关，因此人们被迫学习了许多天文知识。左阿七靠着这些天文知识，顺利成为了天文馆的讲解员，但不料竟然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左阿七，你是不是疯了？月薪8000的工作你不做，跑天文馆来当小导游？左阿七看向对方，愣了一下，这鉴定术还能鉴定大活人？姓名赵元茶，与你有关的社交关系：亲姐姐赵梦妍，母亲李娇，父亲赵月，备胎周晓东。
性格势利眼，爱贪小便宜，力量82，敏捷25，零食0，身高160厘米，体重250斤，疾病、技能、修为，请提高鉴定等级。好家伙，力量82，正常成年男性才50啊！就这平时还让我帮他拧瓶盖。我问你话呢，你傻愣着干什么？我姐就去了一趟缅北，你就趁她不在胡作非为是吧？选择工作是我的自由，与你无关。你找我什么事？左阿七完全不想搭理这货，仗着自己是赵梦妍的妹妹，3天2头找自己借钱，而且是有借无还的那种。自己要是拒绝，他就到赵梦妍那里去大哭大闹，还去找父母去说坏话，说这姐夫不是好东西。他父母也趁机狮子大开口，提高彩礼数额。只能说赵梦妍那一家子个个都是极品。当然和我有关系，你可是要入赘我们家的，你的收入和我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当然要替我姐看好你。入赘？就你家也配用入赘这个词啊？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不配呀？我爸妈可都跟我姐商量好了，等你俩结婚，孩子要跟我们家的姓，房子也得写我姐的名字。合着我是最后知道这件事的人。怎么着？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以后就别缠着我姐了。行，我退婚。我就知道你没那个胆啊！左阿七一句话给赵元茶 CPU 干冒烟了。怎么个事儿？我这个舔狗姐夫被人夺舍了，他不是最害怕和赵梦妍分开的吗？刚刚幻听了吧？一定是幻听了。左阿七，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收回你刚才的话，然后给我道歉，并转5000块钱，不然我就去告诉我爸妈了。自经历过上一世的各种事情，他就养成了遇到贱人录音录像的习惯。左阿七二话没说，直接保存录音证据，然后转了5000块钱给赵元茶。哼，算你识相。赵元茶得意洋洋地按下收款键，心道这一招真是百试不爽。就在他收款的瞬间，左阿七拨打了一个电话。喂，我要报案，有人敲诈勒索。5000元，既遂，钱已经转过去了，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已经可以立案了，判3年。好的，赵元茶傻了，做完案件记录，他不忘悠哉悠哉向赵元茶挥了挥手。你在拘留室老老实实待着吧。哦对了，少吃点，别把人家吃倒闭了。你敢关我？我告诉你，你完了你！我这就打电话告诉我姐。左阿七一脸无所谓，这下赵元茶真的有点慌了。尽管心里开始慌的一批，可赵元茶嘴上却依然不愿意输了阵仗。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吗？我告诉你，我姐的追求者一抓一大把，根本不缺你一个下头男。你现在向我道歉还来得及，否则，哼，你就后悔去吧。放心吧，我今晚就去你家退婚。听到退婚，赵元茶怕了，主要是怕回家挨揍。获得来自赵元茶的后悔点数50点，同时获得敏捷50，存款50万。才50点，果然这一家子都没有什么愧疚之心，三观早就歪到外太空去了。你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业，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而且还拥有了后悔性。这边左阿七刚到家，那对姐妹的父母电话就打来了。左阿七，元茶是你给送进去的，为什么？左阿七笑了，他自己没脸告诉你吗？敲诈勒索，这点小事也要害元茶坐牢吗？你是不是疯了？敲诈勒索可不是小事，而且我有证据证明这不是他第一次敲诈勒索，总敲诈金额超过10万。区10万块钱，你要让元茶坐3年牢？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不，3年是5000的敲诈量刑，10万可没这么短。李娇声音都有些颤抖了。那是多少？您老放心，我一定积极提供证据，保证法官从重处理，至少8年。您和岳父也跑不了。李娇被笑的一下说不出话来，气得直跺脚。我告诉你，左阿七，现在赶快去拘留所给我把元茶接回来，把和解书给我签了，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赵梦妍一眼。哟呵，还有这种好事啊！左阿七乐了，自己本来也不想再见到那货了，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再见一面的。等自己足够强大以后，会像天神下凡一样救他，然后再一不小心把他丢到别的窝点去。小子，你完了！我告诉你，你完了！今天你不掏50万出来，别想平息这件事。我要是不拿呢？那就退婚，再也不准靠近我家梦妍半步。李娇得意洋洋拿出了自己的最大杀招，在赵梦妍全家人看来，退婚一定是左阿七最害怕的事，这一招对他百试百灵。好啊，那退婚吧，我马上去你们家，婚书和当初的订婚彩礼准备好。说完，左阿七也不等他的反应，直接挂了电话。他并没有直接前往赵家，而是先去了局子。我要报案！怎么了？我女朋友去了缅北，已经失踪1天了。失踪前让我转800万过去。警员对视一眼，表情立刻变得凝重。关键词：缅北失踪，转800万，就是个傻子也能瞬间导出结果。先生，请您谅解，如果他真的已经到达了缅北的话，警员欲言又止。我知道，所以我希望您能帮我调取他的聊天记录，让一切真相大白，这才是左阿七的真正目的。报案寻人只是为了获取那货的聊天记录而已。
涉及800万境外汇款的电信诈骗，警方肯定会找企鹅公司调取记录的。而左阿七早就知道赵梦妍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超级劲爆。经过几番操作，局子里成功与企鹅公司完成对接，调取出了赵梦妍的微信聊天记录。好家伙，这打开一看，纵使见多识广的警察都没绷住，类似的对话几乎发生在每一天。赵梦妍的所有姿势都被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我让那个胆小鬼充10万，他都不愿意，还说这是诈骗，他真该死啊！我真想毒死那个废物，和你在一起。毒药我都摆好了，是让器官慢性衰竭的毒药，尸检肯定检查不出来的。看到这里，哪怕警察都倒吸一口凉气，所有人同情而关切地看向左阿七。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没事，先把这件事查清楚吧。作为一个史诗级惊天动地大冤种，此时整个警局都在心疼左阿七这个倒霉蛋。事情继续推进，随着更多聊天记录的公开，赵梦妍所有龌龊的计划也都暴露在阳光底下。李哥，我受不了了！今年情人节他才送我一个2万块钱的包包，这样的穷屌丝怎么配拥有我啊？我要和你私奔！这话似乎连诈骗犯李哥都被耽误语了，半天不知道咋回复。过了5分钟，他才回复道：的确，你值得更好的，来缅北找我吧，我带你见识见识上流世界。李哥，你再等等，人家可不能当一无所有的花瓶，人家要有一定经济资本再去见你。我要做个经济独立的优秀女性。哦，那你怎么独立？等我把左阿七那个蠢货的钱包榨光，就经济独立了。不愧是你。警察们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清醒点吧，以后无论他再用什么借口找你要钱，你都不要再给了。阿七苦笑着点了点头，还用纸巾抹了下如诗的眼角，憋笑太难了，眼泪都憋出来了。我记住了。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吧。好的。对了，可以让我拷贝一份聊天记录吗？我准备起诉退婚，法庭上应该会用到，作为订婚后出轨的证据。左阿七作为事件受害人，手里保存起诉证据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他很快就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你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回来，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左阿七离开警局，直接前往赵梦妍家。离谱的是，听到左阿七说要求退还彩礼，那对狗爸狗妈竟然选择拒绝开门。阿七，你先去冷静冷静，等着梦妍回来再说。欺负我们俩老人算什么本事？左阿七也不急着破门，只是悠哉悠哉地说：“哼，你们最好今天就把婚书给我撕了，否则闹到法庭上，你们老脸恐怕没地方丢。”左阿七，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男人为女人花钱天经地义，付出来的彩礼还想要回去，要不要脸啊？首先，男人女人都是独立的人类个体，谁为谁花钱都不是天经地义。女人有手有脚的，又不是偏要靠人施舍活着。正常男性承担的压力从来不小于任何性别。其次，我要求退婚，自然有我要退婚的理由。你打开门，我可以给你们看。如果你们不想看，法庭上律师自然会拿给所有人看，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你还有脸打官司？好啊好啊，你要是敢打官司，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吝啬面目，连彩礼的钱都好意思要回去。嘿，不要脸！你确定？我不仅要让你和梦妍圈子里的所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我还要找记者，找网红直播，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多小气的男人。不行了，刚才在局里已经憋笑半天了，这会儿功力用光，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世界上有些版本T0的思想实在是太过离谱。既然如此，二位就等着法院传票吧，千万记得带上你们的记者网红，好好宣传宣传我的丑恶面目。赵月在 MCN 公司工作，他手底下管理的网红账号全网粉丝量超3000万。果不其然，左阿七才走，愤怒的李娇就开始对着赵月发脾气。这件事你必须办妥，让你手底下的人开始炒作造势，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小子的真面目。要不算了吧，咱们不退彩礼就是了，何必还搞什么炒作呢？不行，这小子竟然敢这副态度跟老娘说话，反了他了，得让他知道反抗的代价，好好吓唬吓唬他，他以后才会老实做狗。我也可以趁机再多要点彩礼。赵月无语了，可是他太过懦弱，什么都不敢说，只能照办。这些是清单上的几种药材，给您拍几张看看成色。左阿七看着程晨发来的药材图片，一时间感慨万千。在前世，这些东西我只在梦里见过，清醒的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而现在唾手可得。晚上都运到这个地址吧，我现在在工作，没时间去取。那咱晚上见。左阿七正准备收回手机安心摸鱼，不料有人偏偏不让他清闲。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曝光你的稿子已经写好了，别等自己身败名裂才哭着求我们，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发消息的是李娇，仗着赵月的网红关系，想要向左阿七施压。这是最后通牒，不管你在干什么，你现在给我过来道歉，否则你就等着迎接口诛笔伐吧。左阿七嘴都快笑裂开了，自己正愁该怎么出名，让全世界听到自己的末日预言呢？结果这狗爸狗妈直接自费砸钱，送自己上风口浪尖，人还怪好的嘞。左阿七满怀感恩的回复道：“
赶快的，赶快的！我不信你们真敢发，垃圾！李娇那边看到回复，顿时血压都升上来。这货竟然还敢挑衅，竟然还敢挑衅我，气死我了！发视频，让你手下的网红发视频，给我狠狠的曝光他。很快，一堆小作文上传到了各大平台，这些小作文和短视频的标题出其统一，很快热度开始发酵。大概中午时间，左阿七就听到了第一个议论自己的声音。这个视频里的男人怎么和那边的解说员那么像啊？家人们谁懂啊？我今天竟然碰见一个极品男，那个极品男竟然趁着女友不在家，威逼女友父母退还订婚彩礼。你们看我姐妹发来的求助视频，这样的男人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最好现在就把婚书给我撕了，否则你们可别后悔。经过断章取义的剪辑和阴森的配乐，视频里左阿七被渲染的堪比连环杀人犯。评论区的小仙女们瞬间高潮了，当场开启战斗模式，在评论区毁天灭地。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人发出了质疑，然而半分钟不到，他就被战斗模式的小仙女大军锤了个狗血淋头。在几个网红大 V 的有意宣传下，事情迅速发酵，并且以无法遏制的速度在整个互联网扩散开。就连天文馆的领导也很快得知了消息，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医院，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人，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回来，而且还拥有了后悔心。你看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里是你吗？左阿七看了一眼狗爸狗妈精心雕琢的网暴子弹，是我，但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我有录音。左阿七拿出录音来，干脆将原本的事情经过发在了工作群里。他可不想不明不白的被人当成杀人狂。获得来自高正义的后悔点数50点，同时获得力量50点，存款50万。老高松了口气道：“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想去退婚了呢？”忍无可忍了呗。左阿七释然的轻笑，把昨天在警局拿到的聊天记录发给老高看。老高看了一会，眼睛都直了。我操，这他妈不退婚还是人？那群傻逼媒体整天断章取义瞎造谣，简直畜生都不如了。没办法，运气不好，遇人不淑。阿七，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管理就是站在你这边的，没道理让一个受害者为恶意整伤。左阿七自然不会任由那些人诋毁自己，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太轻微了，贸然反击毫无意义，所以他在等待时机。很好，这第一次交易让我确认了你们百草公司的诚意，等下我会继续给你写一份新的清单，你继续帮我收购。老板，荣小弟冒昧问一句，这么多药草你到底准备用来做什么呀？我自己吃的。程程看着面前4根百年人参、3箱子养殖雪莲以及2大卡车杂七杂八的珍贵药材，陷入了沉思。这样补元气，左老板后宫里得有几万家厉害。行了，东西就卸在这个仓库里了，下次的东西还运到这里。等所有货物都卸完，左阿七独自一人站在仓库里，默默期待小世界。到了第二天一早，左阿七是被后悔点到账的声音吵醒的。哦吼，这狗东西还活着呢，2天没动静，还以为嘎透了，原来是在憋大招。不知道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开始拔指甲了没有？什么时候嘎腰子？左阿七满怀期待的幻想着，看了眼手机，7、8个未接来电，都是赵梦妍的。这时电话又响了，话筒中传来赵梦妍焦急的声音：“阿七，你在哪呢？我现在急用钱，能不能给我转800万？我回去就还给你。”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警察说了，不让我往境外汇款。理财啊，我说了100遍了理财啊，你快转给我，错过今天就没今天了。电话那头，赵梦妍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歇斯底里。左阿七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了拉枪声的声音，笑死，原来是被 AK 顶在脑门上，急了。警察说了，让我小心电信诈骗，我怎么能确定你是赵梦妍，而不是 AI 合成的声音呢？电话，这是我的电话号。电话也可以克隆的，这年头诈骗手段防不胜防啊。我可以在微信上给你发消息，我可以给你打视频啊。好啊，打过来吧，你得证明你是你，不然我可不敢打钱。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得长点心眼。好，我这就打过去。很快，赵梦妍的视频申请打了过来。左阿七点击接通，视频里是一个看起来挺普通的小唐。赵梦妍的手脚也处于自由状态，没有被捆住，身体也没有用刑的痕迹，这让左阿七很失望。不过倒是也有好处，他早早点下了录屏键。所以，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赵梦妍本人，而且这个微信号的确有你自己在使用，不存在任何被其他人掌控的可能性，也没有被盗过。对，我100%确定。我的软件安全中心里有所有登录过的痕迹和记录，绝对不存在被盗号的历史。把记录发过来吧。好，我这就发给你。可左阿七还是没有松口。不行，我还得确认你的手机在你自己手上，没有借给别人使用过，否则可能会被植入病毒之类的，代替你发出消息。你有完没完啊？这我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是你的事？总之你必须要先证明这件事，我才有可能把钱打给你，否则我就只能当你是电信诈骗。赵梦妍气得咬牙切齿，这些事我没法提供具体的证明，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微信绝对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我从来没有把手机借给别人过，也不可能有人拿我的手机对外发消息。也就是说，这3年来
不可能有人每天都拿你的手机，用你的账号给别人发消息是吧？那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发现的。你到底给不给我打钱？婆婆妈妈的，还想不想过了？咱们俩到底是谁不想过了？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赵梦妍有点不安，她突然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劲。左阿七以前可没用这种语气和她说过话。你自己看吧，看看你爸妈干的好事。赵梦妍才刚从昏迷中醒来半天，手机也被控制着，直到左阿七分享，她才看见她爸妈造的那些孽。左阿七，你发什么疯？为什么要去找我爸妈？为什么要退婚啊？很简单，我报警了。如果不出我所料，你现在应该被瓦邦的电诈分子控制了吧？旁边可能有拿着 AK 的混账正指着你的脑袋。赵梦妍呼吸一滞，心脏开始以2倍的速度狂跳，余光机械般偷偷瞄了一眼端着 AK 的缅北大兵，颤抖着吞了口唾沫。王八蛋，你别乱说，你别害我。从你刚刚失联那刻，我就猜到了你的处境，所以我选择了报警。为了找到你，警察调取出了微信聊天记录。赵梦妍，我劝过别去，可你骂我愚昧、嫉妒、废物。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很多次。左阿七说完，挂了通讯，需要的证据他已经拿到手了。你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回来，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等一等，我还有用，我能要来钱，我肯定能要来的。此刻的瓦邦产业园地下室中，赵梦妍惊恐挣扎，向墙角拼命后缩。那家伙对我百依百顺，他绝对舍不得我嘎掉。你确定？你确定他看了那些聊天记录以后还会听你的话吗？李哥冷笑，手里磨着刀，颇感怀疑。肯定的，李哥，您再相信我一次，我肯定能把钱要来，肯定能。只是出轨这点小事而已，我们会重归于好的。他害怕我生气，我一发脾气他就老实了。我很好奇，他是你养的狗吗？什么？或者你和他签订过什么魔法契约？就小说里那样，签了之后奴隶要无条件服从主人的命令。赵梦妍尴尬的笑了笑。李哥，你真会开玩笑啊，哈哈。好，既然没有，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听你的话？当然是因为他在乎我，他爱我。那个白痴就是个痴情种，他太傻了。你确定他现在还在乎你？当然，他只是生气了而已。对了，都怪我爸妈，那2个老不死的偏要网暴他。如果不是那2个老不死的，他的气肯定早就消了。气死我了！我要给我爸妈打个电话。在周围一众打手无语的目光中，赵梦妍拨通了狗爸狗妈的电话，而夫妻俩此时正忙着开香槟呢。等女儿回来了，一定会很满意我们俩的手笔。李娇得意洋洋地端着用订婚彩礼钱买的红。我们竟然能想出这么优秀的办法来训狗，我们简直是天才。嘻嘻，确实。李月一脸谄媚的附和。不听话的女婿就该狠狠敲打，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想入赘我们家，竟然还敢留着硬骨头，看老娘今天就把他骨头全踩碎。确实啊，对。李娇正想再口嗨几句祝酒词，忽然电话响了，一看竟然是他们失联了好几天的宝贝摇钱树。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你都不知道那个臭小子有多混账。还好我们技高一筹，把他训得服服帖帖。赵梦妍此时气得恨不得飞回去把这2个老不死亲手抽拔。你所谓的训，就是发视频网暴吗？那当然，那小子竟然敢提退婚，还让我们家退还彩礼，反了他了，凭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们正在害死我啊？赵梦妍突然开始歇斯底里的真相。彩礼才几个钱，你知不知道他手里还有800万，整整800万啊！我的救命钱，把你们俩老骨头挫骨扬灰了，也卖不到800万。什么？信息量太大，他们直接听得傻眼了，甚至直接忽略了赵梦妍话语里的信息救命钱，而脑袋里只剩下一句话：左阿七还能再炸出来800万。那小子哪来的那么多钱？他不是父母双亡了吗？难道他爸妈给他留了那么多遗产？他瞒着没说？我不知道，反正他还有800万，我亲眼所见。你们2个短视的老不死，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网暴视频撤下来，快！夫妻俩沉默了。撤下来，这都过去1整天了，而且这种激发网友愤怒情绪的话题，传播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竟然在短短1天里登上了各大平台热搜。来不及了，那些视频早就人尽皆知了。你们2个白痴，我要是嘎了，都是你们害的。你先别急，事已至此，撤稿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如一路走到底，再烧上几把火，让他死得更彻底。等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孤立他，他的亲朋好友都排挤他，他自然会忍无可忍，跪下来求我们和解。到那时，我们再以发视频帮他澄清为条件，把他钱都榨光。赵梦妍眼前一亮，爸，还是你聪明，天才，爸你简直是天才啊！几人敲定了计划，皆大欢喜，赵梦妍也能暂时在苟延残喘几天。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左阿七已经上传了他的第1个视频。你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回来，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狗窝一家子的手机里
同时跳出一个提示信息。几人打开了视频。大家好，我是退婚事件的男主角，这里我会发出事情的详细经过和警方证据，保证比各位之前看到的瓜更加刺激。视频里左阿七没有遗漏任何一条赵梦妍的劲爆发言，无论是深夜出捕和富二代李哥的果聊邀请，还是在背后辱骂左阿七，骂他给自己花钱是舔狗行为，亦或者是赵梦妍试图毒杀未婚夫的证据以及药品截图，一个都没落下。此时此刻，手机前每个看到聊天记录的吃瓜群众都开始热血沸腾了。这么劲爆的瓜，绝对堪称年度及优质猛料了。怎么会有这样的聊天记录？赵月目光呆滞地看着聊天记录里赵梦妍的发言，他竟然敢伪造聊天记录！妈的，玩这一手，我要告他诽谤！可狗妈却颤抖了起来。作为同类，她比赵月更了解赵梦妍。梦妍，这份聊天记录是怎么回事？赵梦妍结巴了，这不是我，这都是左阿七伪造的，我必须得咬死不认，不然我不就成了现代潘金莲了？那个小畜生欺人太甚，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他那么歹毒？他这是要借着热度，直接毁了你和我们全家的清白。我跟他没完。对，爸，你赶快帮我澄清，就说这些聊天记录是伪造的。你的热度大，认识的网红多，你肯定能捂住他的嘴。我这就去。这个王八蛋，我们只是网暴了他而已，他竟然想毁了你的名节。这个白眼狼，就算网暴了他，他顶多也就失去了一条命。可是他竟然把这些东西发出来，你失去的可是自己的名声啊！狗妈也咬牙切齿的附和，这是咱们不死不休。对，不死不休。你们快动手，我这边急着要用他的800万，或者你们能凑出来800万也行，我这边真的要用这800万救命。喂，你们怎么把电话挂了？操！赵梦妍目瞪口呆，她正要向家里求救，而狗爸狗妈听她开口想要钱，竟然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两个老不死的，以后给你们氧气管全拔了。李哥此时嘴巴大张着，手里的泡面都僵在了半空中。他今儿个可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你们可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赵梦妍重新回想起自己的处境，顿时伪成了安着。李哥，你放心，人家一定凑够800万。我信了，你可比我狠，我都想把你们一家纹我背上了。人家可是你的人，都是为了你才做这些的，你怎么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李仲躲狗屎一样闪电躲开赵梦妍。老子再给你最后3天，3天后钱没到账，你给老子去接客，然后拆零件，听懂了没有？赵梦妍一阵恐惧。李哥，以人家的魅力，只能做那种工作吗？人家做个荷官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吧？你大爷，你长得什么样，心里没点逼数？这一句话给赵梦妍干自闭了。联系老东营里的小伙子，看他们能不能瞧得上这个贱货。要是他们不喜欢，就拉去给军犬玩吧，还能拍点视频。军犬？赵梦妍遇到危机。不要，我不要被狗，我不。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医院，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产，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了，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第二天正午，伴随着左阿七发出的重磅炸弹，事件终于在网络上引爆。随着聊天记录被曝光，舆论很快有了反转趋势。然而，狗爸狗妈也展开了他们的回击。左阿七，你不仅害了我女儿，还捏造聊天记录，你简直禽兽不如！视频里主要表达的思想有3：一、聊天记录是假的；2、赵梦妍被左阿七骗去了缅北，而不是聊天记录里的李哥；3、再次重申，左阿七是个穷凶极恶的残暴男人，平日里经常对他们一家子敲诈勒索。看着2位老人在镜头前堪称奥斯卡级别的表演，左阿七差点笑岔气。这哪是控诉，他们这是自爆啊！因为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橘子可以帮自己出面作证，在那份聊天记录文件的后面也有橘子的印证。他们这波开炮根本没炸到，而是炸在了橘子的公信力岛上。一家子跳梁小丑，明知道聊天记录是真的，还死鸭子嘴硬，非要等官方实锤公告才肯罢休。等等，难道赵梦妍没告诉那2位聊天记录是真的？左阿七顿时想通了，这么离谱的聊天记录，赵梦妍是不可能在狗爸面前承认的。狗爸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赵梦妍还真是坑爹坑出了新高度，看来这一家子要在牢里团聚了。想通其中关节，左阿七连忙趁着这波热度开直播。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还有小仙女们趾高气扬的跳脸输出，左阿七依然是完全无视，对末日后的环境进行科普。好好记住这种真菌的特性，它们的孢子拥有强烈的驱虫特性，可以对付大多数虫子，哪怕是身高达到20米的虫子。那俩老家伙开始直播捞钱了，笑死了！在今天这个接骨眼上直播，恐怕等下是有好戏看哦。
我女儿好可怜啊，她又要被渣男欺骗，还要被渣男毁掉名节，她怎么就这么可怜呢？就在两人努力控制感情，以免因为大额打赏而人设崩坏的时候，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开门！谁呀？上城公安局。这波稳了，正好在直播镜头中将左阿七抓捕归案。狗妈一脸殷勤的开了门。你们来的太好了，我们绝对不接受和解，还请各位严厉查处那个混蛋。警察笑了笑，拿出手铐，顺势把手铐铐在狗爸狗妈的手腕上。夫妻俩人傻了。你们这是做什么？你们涉嫌造谣诽谤，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跟我们走一趟吧。什么？造谣的明明是他，抓我们干什么？谁造谣？你心里没数吗？你们两个在这里不仅通过恶意剪辑网暴他人，还恶意重伤司法机关。我劝你们老实配合。不对，怎么可能？赵月此时还被蒙在鼓里，仍旧相信聊天记录是假的。明明是你们配合那个王八蛋一起伪造聊天记录，我们家小妍怎么可能说出那种话？我们有证据的。你有个屁的证据！救命啊！直播间的大家救命啊！那左阿七手眼通天，要串通警察抓人了，这世界还有没有公道啊？警员见直播开着，也清楚这件事，如果自己不好好处理，拿出实锤证据，恐怕会演变成更大的公信力危机。于是拿出了左阿七报案时的监控器，以及狗爸狗妈家门口监控录像的未剪辑版。你们恶意剪辑、扭曲事情原貌，已经构成了造谣诽谤的罪名，而且故意通过所谓的网络大 V 大肆传谣，造成了极度恶劣的影响，严重伤害了网民感情，不坐牢，天理难。重生了，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女友去医院，只因上一世女友榨干我的全部家人，还骗我喝下毒药。但是这次我不但从末世重生了，而且还拥有了后悔系统。获得来自赵月的后悔点数1100点，同时获得力量1100点，存款1100万。感谢岳父大人打赏的1100点，老板大气。不过只有狗爸的点数，没有狗妈的点数，也就是说，狗妈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估计是狗爸那个冤大头被他得罪了，这样正好，留那个狗妈在外面继续操作，我就可以继续维持热度。所以，假如遇到这样的真菌，不要忙着摧毁，留着它好好生长，关键时刻可以用它的包毒。当然，直播间里依然没人在乎他在说什么。笑死我了！那俩老东西当场被逮捕，证据确凿。男孩子也要多保护自己，随身最好携带录音笔，以免被小仙女碰瓷后写小作文泼脏水。小仙女呢？小仙女们怎么不出来跳呢？这一刻，小仙女们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当然也仅仅只是这一刻而已。小仙女之所以是小仙女，就是因为她们根本不在乎事实真相，她们很快恢复了战斗力。抛开事实不谈，难道这下头男就没有任何错误吗？如果不是他偏要对赵梦妍那么好，让他的女朋友毫无危机感，赵梦妍又怎么会出轨呢？哥，我可是看谷歌长大的，你们这群看百度长大的下头男，就活在你们自认为的真相里面当韭菜吧。最近仓库警察的货车有来送，有来送，还有送，甚至是各种大型，里面甚至进去过几台越野车、雪地摩托、救生艇，这一切都多亏了狗爸狗妈的随身小宇宙初级升级到中级，空间面积扩大了100倍，直接达到了100平方公里，整整100平方公里的空间，我不仅可以装载所有末日所需的生存物资，甚至能装个航母进去。此外，汽油、电池这些基础能源，还有精神娱乐活动需要的物资也不能落下。而说到精神娱乐物资，请问这里是上城老街17号吗？对，有人让我们把货物留在这里，是一位左先生。我就是，交给我吧。司机表情怪异，看向左阿七的目光里还隐隐有些敬佩。作为专业快递成人用品的送货员，司机见过各种各样的重口味客户，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一口气买了好几百个硅胶娃娃。谢了，下一批货也送到这里。后面还有啊？回去跟你们老板说一声，这些质量的娃娃有多少我还要多少。司机寻思，左阿七怕是想用这些娃娃开个天上人间，他不由口干舌燥。老板，到时候能不能打个折？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型号的。打什么折啊？你难道不是准备开个体验店？对，体验店，大年初一开业。左阿七刚刚来到小区门口，就察觉到一模一样的氛围。集美们，大家好好看着呀，这就是那个渣男。看来我的家庭地址被泄露了，不用想都知道是狗妈干的。左阿七不想搭理这些弱智，昂首挺胸，一言不发的前进。可惜一个肌肉球结，状如铁塔的男人堵在了他面前。小垃圾，我看你也就只敢欺负老人和女人，你有胆子和我单挑吗？别挡路，我没空。怂包，现在知道怕，你这个欺软怕硬。说了，没空。这一口威慑，周围人难以置信的道歉。我哥他
那可是搏击亚军。只可惜左阿七根本不屑于跟着仙人说一句话，早已经径撤回了家，只留下一众小仙女呆愣在原地。集美们，别慌，这只是巧合，刚刚是我哥发挥不好，大家先回家，今晚我们在群里研究一下计划，看看怎么让这个渣男出丑。光出丑可不行，我们必须扒光他的底裤，让他身败名裂。放心吧，如果正义迟到了，那就由我们来替天行道，这也是咱们粉丝迫切想看的节目，咱们必须拍好。欧阳白田是一名享誉全网的视频博主，他有一个全网播放量破亿的代表作，名字叫3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18万。在他眼中，左阿七就是他下一个大爆点。集美们，撤！等会儿派一个人去把监控室的保安搞定，那些老男人最好搞定了，看见女人腿都发软的。然后咱们趁机去把小区监控关了，半夜去他家门口泼大粪。左阿七无语地听着那群人大声密谋，他的零食已经高达400顶，40米范围一切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看来现在就得开始布置安保了，否则明天还真叫他们白泼了一堆臭水。深夜，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钻进了左阿七家所在的居民营，他们手里提着桶，桶里散发出令人无法忽视的恶臭。因为关了电闸，小区的监控已经失去了作用。集美们，动手！粪水喷而出。欧阳白田满意的看着微信群内集美们发来的作战视频。将军们干得漂亮！出征泼粪水的行动者被群里竟称为将军。我们再一次让渣男付出了代价，让集美们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未来的史书上一定会记录下我们的贡献，没留下任何痕迹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渣男的表情了，不知道那家伙现在是不是在直播？打开看看。想到这里，欧阳白田打开了左阿七的直播间，因为直播存在几个多小时，所以此时欧阳白田正好看到了精彩处。群里的几员大将正在对着左阿七的家门疯狂输出。我肯定是开错视频了，不对啊，没开错啊。欧阳白田再三确认那的确是左阿七的直播间后，呆愣着吞了口唾沫。如果那些不是自己手机里本来储存的录像，而是的确由左阿七直播间公开发出来的，意味着什么？哼！很快，其他人也发现了异样。见鬼！渣男的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我们的身影？难道门口装了监控？不对，我们明明拉了他家的电闸，为了防止拉错，我把全楼的电闸都拉了，现在还没打开呢。大将军们脑袋嗡的一下，懵了。他们颅骨内那坨还没有土豆靠谱的 CPU 当场就烧了，其中有些彻底失了智的将军甚至走上了那扇污秽之门。有人试图找到直播间的摄像头位置，阻止这些摄像头继续暴露他们的形象。那人亲手在污秽里摸了半天，循着直播视角找到了一枚半掩埋状态的摄像头，强忍着恶心拿出来踩碎。可画面一闪，瞬间切换到了另一个视角，这一下他们彻底崩溃。你出来，畜生，给我出来！还尚存一点理智的将军意识到自己必须赶快逃跑，于是他二话不说丢下同伴开溜。只可惜也早就晚了，远程观战的左阿七第一时间报了警，附近小区的夜班骗子把将军们堵了个正着。然而将军们现在一身恶臭，警察们根本不敢靠近，还就那个拖布沾屎，吕布在世，要是在屎坑里打个滚，那简直就是天神下凡了，无解，根本无解。不许动！你们别动，别逼我们动武力。然而将军们早就已经失去理智了，他们疯狂挣扎，甚至试图把手往警察的嘴里塞。警察们迫不得已，只能动用太色枪了。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了！警察们都快崩溃了，甚至被逼得在直播镜头里爆了粗。可是此刻直播间里的所有人都能理解这句粗口，这特喵哥谁能受得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负责拉电闸的将军最是歇斯底里，因为左阿七家的摄像头正常运作，让他成了背锅侠。都怪你，你个白痴，就不该带你出来。我不理解，我明明拉了电闸呀，我明明拉了电闸，你们不能怪我。警察们看不下去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备用电池？将军们瞬间安静了，老老实实跟我进局子，坦白交代主谋，不要逼我再开电击枪，除非你们也想像他一样在这里打滚。在太色枪的威胁下，将军们终于放弃了挣扎，转而开始使用版本T0的最强杀手锏哭，并且做出一脸委屈无辜的弱小姿态。只可惜他们现在身上的气味完全激发不了其他人的同情心。你哭个屁，走！很快天亮了，所有将军被绳之以法，而这件事也立刻登上了热搜。我们要报仇，集美们，我们必须为将军们报仇。女友得知我没有800万存款，竟对我破口大骂，殊不知我有5000万。欧阳白田常年混迹于泡菜国 Magalia 论坛，那里是极端小仙女的聚集地。论坛上的小仙女们以公然猥亵男童、歌颂战争和偷拍男更衣室为乐趣，而那里是欧阳白田所认为的进步灯塔。此时此刻，他给自己的1号备胎发去消息：“Darling，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我现在心情有点不好。谢谢你，虽然我并不想要你的钱，
但心情似乎好一点了。然后他又给2号备胎发去消息，很快又收到了一大笔转账。他很熟练地使用好友列表里那些计算机，用来赚取自己的正义经费，并且炫耀般将收款记录发在了群里。干得漂亮！这些白痴就只配给我们送钱。有了这些经费，我们要好好为将军们报仇。先派几个人去渣男家门口蹲点吧，我就不信他能憋在屋子里一直不出来，不吃不喝。等他出来，我们就派人去跟踪碰瓷，在公共场合大喊他当街猥亵。而此时此刻，左阿七却早已经躺在了上城的白金5星酒店里，能囤的药材都已经囤得差不多了。全地球能升值药材资源，我已经拿下了5成以上。剩下的只能慢慢从散户手里收购。淡水暂时囤了300吨，等后面去趟航城看看能不能直接把西湖装进来。各种蓄电池、发电机、化石燃料、锂矿都囤了一些，不过钱不够，没囤多少，还得继续努力。获得来自东若若的后悔点数100，获得来自李家坤的后悔点数120，获得。刚说钱不够就来钱了，感谢将军们，请再接再厉。话说赵梦妍呢？今天还没被嘎腰子呢。说曹操道，刚刚想起那一位万恶之源，手机就来消息了。左阿七，你到底想怎样？你偏要逼死我们全家才肯罢休吗？我做什么了？赵梦妍当场噎住。如果你乖乖给我打800万，如果你不去我父母家里退婚，如果你能更包容我，相信我就不会这样。左阿七，都是你的错，你在逼死我们全家。左阿七露出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太难办了。你要为我们全家的死活负责，我们今天都是被你害的。你连800万都不肯给我，你根本不配做个男人。没能投胎成版本 T0，我很抱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给我转800万，从此以后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我可以原谅你，我们重归于好。看左阿七沉默，赵梦妍还以为他是在认真的思考，于是立刻趁热打铁。你还记得自己发的那些誓言吗？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你说过无论怎样你都会爱我，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践行诺言。银行卡号是……你现在去把钱打回来，我就忘记这些天你的所有错误。抱歉，我恐女了。恐什么恐？你怎么能这么懦弱？你还是不是男人了？看着对方视频里隐约露出的 AP 枪口，左阿七就一阵想笑。既然你毫无悔意，那么祝你在缅北和李哥过得开心。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了？不对呀，他既然接我的电话，那他应该是爱我的。我了解他，他肯定不舍得我离开，装的，肯定是装的。我不能被他的假装骗到，一旦开了先河，以后他就更不听话了。赵梦妍状若癫狂的喃喃自语，旁边李仲都看得直捂脸，太特喵极品了。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情况，我给你的时间已经过了。李哥，再给我10天时间，10天我一定搞定他。呵呵，10天，你知道吗？像你这种人，一般第2天就已经缺胳膊少腿了。留着你到现在，只是因为你男朋友那800万而已。我一定能拿到的，那个傻子他爱我，我知道。妈的，老子已经受够你的自恋了，浪费了老子这么长时间，把你丢给狗都便宜你了。我看应该把你做成人质，放在花瓶里展览。赵梦妍惊恐地打了个哆嗦，人质，他知道那是什么。求生的本能让他疯了一样拿起手机，不断给左阿七发消息，并一遍一遍再次发去视频通讯。终于，左阿七回复消息了：其实我没有800万，上次的银行卡余额是假的。赵梦妍如坠冰窖：你个骗子，你个王八蛋，你竟然骗我，你个穷逼！一连谩骂了几十句，左阿七这才回复了一条新的消息，是本月银行卡的累计收入截图，不是800万，是5000万。获得来自赵梦妍的后悔点数1000点，同时获得敏捷1000点，银行存款1000万。现在是6000万了。